用中文思维听有趣故事，说地道中文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hinking in Chinese 中文思维播客。这是一个面向中高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，我是小韩。I said, empty your mind. Be formless, shapeless, like water. 你喜欢看中国功夫片吗？你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李小龙吧。前2期节目里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到了李小龙。你可能也听过李小龙的这句话 Be water, my friend。 很多人觉得这句话是在教人怎么打架，怎么练功夫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句话背后的想法其实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。上一集里我们说过，道德经是老子留给自己的铁杆粉丝的一本书。今天我们就从李小龙的故事开始，一起来看一看道德经到底讲了什么。这本书只有5000多字，却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。老子的思想为什么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？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一边聊这些问题，一边来学一些很实用、很自然的中文表达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表达。第一个，魅力，让别人喜欢你，被你吸引的特点。第二个，顺应，跟着变化走，不去强行改变。第三个，钻牛角尖，一直想一个问题，不愿意放下。第四个，精疲力尽，非常累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第五个，众所周知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都听说过。故事开始前，还是留个小问题给你。下面哪种想法不是老子的？ A. 像水一样生活。 B. 跟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。 C. 别人怎么伤害你，你就怎么伤害他。哪种想法不是老子的呢？听完今天的播客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吧。了解过老子生平的人可能会发现，老子这个人很神秘，就是说他的生活大家知道的很少，大家对他非常好奇。他的出生地在哪儿？父母是谁？小时候怎么样？在哪里上过学？后来他怎么去当图书管理员了？最后又去哪里隐居了？这些事大家都不知道。你想，这样一个神秘的人写的书里会有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《道德经》这本书。事先声明我不是学哲学的，所以我今天只打算和你聊一些大家知道最多的、众所周知的老子的想法。我不会把一些论文一样的东西通通扔给大家，你可以放心的听下去。
下面呢，我们先从李小龙的故事说起。我们先回到1950年代末的香港。你能想象18岁的李小龙是什么样吗？那时候的他武术天赋极高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太想赢了，太想要证明自己了，特别爱钻牛角尖。当他跟叶问学习咏春的时候，每一次练习，他都会拼尽全力，一拳一拳打过去，就是想赢过师傅。可是叶问怎么做呢？叶问根本不跟他直接对抗，他只是借力打力。李小龙越用力，反而越容易被自己的力量推倒。几次下来，李小龙已经精疲力尽。叶问叹了口气，对他说：“你太想控制一切了，先休息1周吧，好好想想什么是柔。”那时候的李小龙心里很不痛快，他想不明白，我这么努力，为什么还是赢不了？于是他一个人划船到了海中央。他躺在船上，一直想着师傅说的话，越想越烦。突然他站起来，开始用力打海水，一拳又一拳，海水被打得水花四溅。可是打了一会儿，他停下来了，因为他发现海水根本不跟他较劲，被打散以后，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那一刻，李小龙突然明白了，我们常常以为柔就是不够强，可是水虽然很柔软，却有很大的力量。你跟水硬碰硬，水不会跟你对抗，最后累的只有你自己。后来李小龙在采访中说，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，像水一样接受变化，找到自己的方向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你在李小龙的电影里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武术和西方武术的不同。中国武术看起来更柔软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对手用力打过来，你不会选择硬碰硬，你会先观察他的动作，顺着对手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动作，然后寻找机会反击。这种感觉像什么？没错，就像水一样。水流过河道时，不会和石头硬撞，而是顺着方向继续向前。这也是中国武术特别有魅力的地方。而西方武术很多时候更强调直接的力量。你打我一拳，我用力量挡住，再打回去，简单直接。如果说西方武术像一股向前冲的力，那么中国武术更像流动的水。李小龙自己曾经说过一段话，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：放空你的想法，不要坚持自己的外形，要像水一样。你把水
倒进杯子，它就变成杯子；你把水倒进瓶子，它就变成瓶子；你把水倒进茶壶，它就变成茶壶。水可以安静的流，也可以强烈的冲击。像水一样吧，我的朋友。在李小龙的这段话里啊，其实藏着中国武术最大的秘密，就是像水一样。那这个秘密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老子看来，世界上最大的美德其实就是像水一样。为什么老子会这么说？我们知道，老子他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战争很多。你想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你想要生存下去，是不是必须要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才行？就像水一样，你在哪里都能待下去，活下去。也就是说，你要顺应时代的变化。道德经里有个成语“上善若水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上就是最高的，善呢是美德的意思。上善若水，就是说我们要像水一样，这是最高的美德。但是这样做的话，你可能会想了，如果时代很坏，我跟着时代一起变坏，或者不去管它，那我难道不是被现实打败了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换个角度也可以这么说。事实上，孔子他们就是这样看老子的。老子的想法太消极了，不是个好办法。所以，孔子就带着学生去各个国家，想要改变这个世界。你看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他们的想法和选择也会不同。你觉得是孔子说的对，还是老子对呢？上善若水真的有道理吗？这种像水一样的智慧啊，其实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它后来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处事方式，示弱。什么叫示弱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不要总是表现自己很强，有时候反而可以表现得普通一点。在很多西方文化里，人们常常鼓励展示自己的能力，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优势。但是在中国传统智慧里，真正聪明的人有时候反而不会表现得太强。他们看起来很普通，其实内心非常有智慧。为什么中国文化里会有示弱这样的想法呢？这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？在这期的会员专享播客里你会听到一个出自庄子的经典故事，你也能学到几个非常地道的中文表达。点击下方链接加入会员，就可以收听完整内容了。好，关于老子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。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文化，包括经典文化和流行文化里，老子的影响都非常大。可以说，如果你读懂了老子，你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。而且你知道吗？
道德经》这本书呢，还是世界上翻译最多的作品之一。很多朋友可能都读过自己母语版本的《道德经》，对吧？它很早就被翻译到了国外。你读过《道德经》吗？你对老子这个人或者《道德经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说完老子的故事，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。下面哪种想法你觉得不是老子的？ A. 像水一样生活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这叫上善若水，这是老子最重要的想法之一。B. 跟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，也就是说你要顺应自然的变化，水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所以这当然也是老子的想法。C. 别人怎么伤害你，你就怎么伤害他。在中文里，我们还有一个成语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什么意思呢？别人伤了你的眼睛，你就伤害他的眼睛。别人打坏你的牙，你就弄伤他的牙。这肯定不是老子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就像是你用拳头打水，水不会伤害你一样。所以答案是 C。 好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复习词汇的时间了。第一个，魅力。我们先拆开来看，魅，吸引人的那种力量。力，你知道力量的意思，它指的可不是简单的长得漂亮、长得帅，而是一种让人忍不住喜欢你、想靠近你的吸引力。如果你的领导说话做事都很有逻辑，平时呢也很尊重大家，大家都愿意听他的，你就可以这样评价他：我们领导很有个人魅力。你去了一个古老的小镇，那里有很多漂亮的老房子，当地人也很热情，你非常喜欢这个地方。你回来后可以对朋友说，这个小镇有独特的魅力。再举个例子，别人问你为什么要学中文，因为你很喜欢中国的文化，你可以这么回答：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特别有魅力。好，第二个，顺应。顺是顺着，应是适应。如果你跟着变化走，不去强行改变，就叫顺应。新闻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搭配：顺应趋势，顺应时代，顺应自然。这些表达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大家买东西都喜欢用手机付钱，不怎么用现金了。很多小商店也只能跟着改变。你可以说，大家都用电子支付，这也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嘛。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如以前了，晚上你就得早点睡觉，不能再天天熬夜了。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，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，该休息就休息。接下来第三个，一个口语里常用的表达，非常有画面感。
钻牛角尖。你想象一下，牛角的尖端，也就是最上面的部分，是不是特别小、特别窄？如果一只虫子非要往那个尖尖里走，它就会卡住，出不来。所以钻牛角尖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，一直想，把自己卡住了，不愿意放下。大家都在讨论大方案，有个同事非要为了表格的字体大小讨论半小时。你私下里就可以这样劝他，差不多得了，别钻牛角尖。再比如一件小事过去很久了，你朋友还在为那件事难过，你就可以安慰他，别再钻牛角尖了，向前看吧。这个词非常口语，我们一般是跟朋友、熟人说话的时候才会用。第4个是一个成语，精疲力尽。精是精力，疲和力尽都是太累了，没有力气的意思。它比我很累要严重得多，意思是你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身体和精神的电量都变成0了。我们什么时候会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呢？你连续加班，做完一个大项目，回到家，你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想动，你会想，这段时间太忙了，我现在真是精疲力尽了。你带2个孩子在迪士尼乐园玩了一整天，回家以后你累得不想说话，这时候你可以向别人吐槽，陪孩子玩一整天真是精疲力尽最后一个也是个很实用的成语，众所周知。众是大家，周知就是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是100%的常识。在开会或者做报告的时候你想说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实。众所周知，公司目前的市场占有率是亚洲区第1的。朋友跑来告诉你一个新闻，他觉得很新鲜，但其实你早就听过这个新闻了。你就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早就众所周知了。这个词呢，一般比较正式，不过如果你对你的朋友说，就有吐槽对方你消息不够及时的意思。好，今天的词汇呢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。你还可以选择在其他播客 APP 上，比如 Spotify、Apple Podcasts 上收听我的播客。在这些播客平台上我会发布一些额外的剧集，主要是中国文化、中国历史相关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，欢迎给我的播客打分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